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 Ailee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10件膠囊單品，讓你在這個秋冬穿得不費力的高級。不知道大家在秋冬穿衣服的時候，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慮哈？特別是在北美這一塊，稍微想要打扮一下的時候呢，又怕自己用力過猛。有些時候生活上面出現的場景，真的只是去朋友家吃飯、去超市逛街，又或者去商場溜一溜、走一走玩。那像這樣一些很生活化的場景，想要打扮的稍微比較好看。今天的視頻呢，就是要專門針對這一痛點來跟大家分享10件單品，我覺得是屬於不費力就能夠讓你穿搭顯得很有個性，但是呢又会看起來很鬆弛，非常適合日常。裡面呢有好幾個都屬於是性價比非常高的選擇，甚至是奢牌同款。那今天的視頻呢也是有給大家準備到了一份小小的禮物，一定不要忘記看到最後。視頻裡面提到的所有单品信息鏈接，我搭配用到的以及我上身的尺碼，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信息欄，以及我的所有視頻都是有字幕的，可以打開右下角 CC 選擇你喜歡的字幕。那我们就開始吧。首先第一個要來分享的是一個非常萬能的內搭，就是我現在身上這一件，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所以我又入手了一件不一樣的顏色。一開始我其實是被它這一個紅色吸引到，那這個顏色呢，我覺得它調得非常好，是有點濃郁的這種復古的聖誕紅，但是呢，它又不會過分的熒光，是屬於能夠把你的臉的氣色襯得很好的一個顏色。而且其實像聖誕節嘛，然後接下來的新年，大家肯定會想說要穿一個比較好看一點、亮色一點的毛衣，那這一件的話就屬於是節日場合可以穿，日常搭配的時候用它去做一些顏色上面的碰撞，而且因為它是內搭嘛，外面可以再套外套的時候露出來一點點紅色的邊邊，也會顯得你整個人非常不費力的時髦。這一件的話就屬於是你單穿哈，去超市也不會覺得很奇怪的一個顏色，調得非常的好看。那這整個的毛衣貼身穿非常的舒服，我現在就是直接裸着的，裡面沒有穿任何打底，它是100%的澳洲美利奴羊毛做成的，完全不扎，很舒服的一個料子。它的版型做得非常的顯瘦，像之前有跟朋友在聊，就是原生的朋友，特別是胸大的女孩子穿冬天的毛衣，很容易都會有一個顯胖的問題嘛。但是呢，我覺得這一件它設計得很好的一點，整個的袖子這一塊啊，跟大身是分開來的，是2個布料，包括整個肩膀這一塊，所以呢，你就會明顯的感覺到，就是它用這條分割線，讓整體的前身的垂墜度會更好，後身的垂墜度也會更好。你的肩膀很容易看起來會有一個很垂很薄，會有這種一字肩的一個效果，非常適合稍微有一點肉肉的女生，真的很顯瘦。因為這件毛衣它的開合方式呢，設計的全部都是用到了同色系的一個紐扣，所以呢，你可以自由的去調節。那像比如說我最喜歡的穿法就是下擺呢稍微打開2顆紐扣，這樣不管你是去搭配褲子啊，又或者是坐下來的時候它都不會卡住，還能夠很自然的去幫你提高你的整個視覺中心效果，也是可以一路扣到變成一個最高領的一個毛衣的狀態。這個的話就是出門的時候冷的時候就全部給它繫起來，你裡面是可以去疊各種內搭的，只要是選擇那種可以外露的內搭，這一件毛衣它是穿脫是非常方便，它可以像一個小開衫一樣，所以我是覺得這一個呢算是秋冬內搭的一個非常萬能的一個選擇了吧。如果你覺得你對紅色的這個駕馭度不是很好的話呢，你可以去選擇它同款的白色，絕對是萬能百搭無腦，一抓就是任何的夏裝、任何的外套都能夠與之匹配。除此之外呢，它還有一個灰色，那灰色的話呢，我也是很喜歡，但是因為我衣櫃裡面有蠻多這種灰色系的毛衣，所以我這次就沒有入手這個灰色。大概前2年吧，我就在 Slow 他們家入手了一件這個非常的肉平替感的一個灰色毛衣，穿到今年了，大家可以看整個毛衣的一個狀態，
還是非常的好，就是真的屬於非常性價比的選擇。而且因為我自己真的就是2-3年就開始穿 Slow 他們家的單品了，所以這一次呢，我也是特地去找到了品牌主理人 Frida， 要到了我的一個專屬的折扣碼，是可以疊加他們 sale 區裡面的所有單品的，這是連 Frida 他自己都沒有的一個福利。更多信息我都會標注好，放在視頻下方信息欄裡。那其實秋冬穿衣服最比較難搞的就是下裝了。其實你下裝只要褲子選對的話呢，上面不管是去套任何類型的外套，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哈。我同樣穿的都是這條彎刀褲，它就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跟外套與之匹配的一個造型 look。如果你真的想要節省每天早上在衣櫃面前發呆的困擾，你就是提前把你的下裝想好，剩下的上裝呢，像內搭就是無腦的套上這一件外套，隨便一抓就可以直接出门了。這條彎刀褲呢，我是看倪妮上身了之後覺得非常的心動，才想要入手的。但入手之前呢，我也是很糾結，我小個子穿上去会不会看起來就是很拖沓，甚至是會要擔心褲長的問題。結果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設計，他們家這個類型的彎刀褲呢，都有這個在褲腳這邊呢，內裡呢它是有做到一排這種暗扣釘子，所以呢你只需要把這個扣子任意扣到一個長度，裡邊是給到了7個扣子，大概是有10公分左右的可以調節的長度吧。你就隨便給它定到任何一個位置，你的這個褲腳就會完美的被收起來了，而且可調節的範圍也很大。那之前跟大家有分享過穿衣顯貴，有聊到褲長，很多人都很贊同這個褲長，但是褲長想要做到非常合適，真的很难。那他們做了這個很聰明的收后褲腳的設計，就能夠完美解決這個痛點。你既不用擔心後褲腳踩在地上，一個是走路會容易摔倒，還有一個就是褲腳會容易踩爛。前面呢又有足夠的餘量，可以完美的讓這條褲子很慵懶的、很垂感的蓋在你的鞋面上。這真的是我覺得非常非常之聰明的一個設計了。我覺得是所有下半身微胖甚至是梨形身材姐妹必入的一條褲子，做得很立體，多用了一截布料去拼出來了這個很有立體輪廓感的一個側面。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我現在把褲子這樣平拿，它前面的這個褲腰跟後面這個是有一個前後的落差對比的，不要小看這一點啊！这一點真的就是能夠讓這條褲子去秒殺所有便宜褲子的一個很重要的細節。那像很多時候站着的時候你不覺得有什麼，坐下去的時候你會發現你這個褲腰就是往後掉，而且呢包不好還會有露出你裡面內褲的一個風險。但是這個的話它就做得非常的好，坐下去之後呢完全不會有褲頭往下掉的一個感覺。它後面的這一塊是做了2個大口袋貼片，我個人覺得這個還其實蠻修飾你的整個臀胯形狀的，很適合就是配一配比較休閒的毛衣啊，又或者是也可以拿它去搭配今年非常火的皮草。它有幾個不同顏色的選擇，我這次入手的是一條白色跟一條原牛色，上身是有挺闊感，但是完全不會硬，不會卡着你走路很困難的那種感覺。如果你深色的上衣很多，你就可以去選擇白色的褲子；如果你是淺色的米色的上衣很多的話呢，你就可以去選擇这条原牛色，配起来呢就会非常的好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跟任何的外套都是能夠完美適配的。那除此之外呢，我還入手了一條比較厚的褲子，也是他們家這個解構彎刀褲銅版型的，但是是做成了衛褲的款式。這一款呢，我就會比較建議身高跟我差不多，甚至是比我更高的姐妹入手，因為它在褲腳這邊只做了一個這種抽繩的設計啊，它沒有做像這個搭扣的設計，所以呢，如果稍微矮一點的，還是會有一點點長拖地的一個困擾。但這條衛褲呢，真的就非常的時髦，就是能夠妥妥的既滿足你日常的一個休閒方面的場景需求，但是又能帶出一點點這種時髦感的一條褲子。而且整體的褲子做的呢，也是比較的厚實，它的鬆緊腰頭做的也比較的寬，不會說是薄薄的一條就勒在你的肚子上很不舒服的。那接下來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外套類，也是給大家選到從薄到厚，不管你是生活在加州的，又或者你是生活在美東的，就是這種
氣候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溫度都能夠給你涵蓋到。首先呢，就是比較薄的這一款了。這件的話就屬於是如果掛在那裡，你會覺得它平平無奇，但是真的穿在身上搭各種造型顏色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它做的有多好。而且呢，它其實是男女可以一起穿的。我選的是这個深灰色，是有一點深花灰，裡面細看的話是能夠看到它有一點白白的毛毛茸茸的感覺。它整體用料呢是羊毛去混上了羊駝毛，所以近看的時候你是能夠看見有這種羊駝毛的一個特殊的這個肌理的感覺。我個人真的是沒法對這一個面料 say no 的人。我記得有一天比較暖和的時候，大概5、6度左右，穿它就直接就夠了，直接就這樣穿一套出門就非常的暖和。翻開來可以看到裡面跟外面的毛是一模一樣的，這個拉鏈是雙向可開的，一路拉上來之後呢，它是可以呈現一個小立領的一個狀態。那像這一件外套的話呢，它不管是把它整個拉上來，然後下面打開一點點，這樣露出你的整個腰線，又或者是你上下都打開一點，然後把你裡面的內搭的領子啊，給它翻到這個衣服的外面，它都會很好看。這個深花灰色去配上紅色，或者是去配上白色的內搭，都會非常的出彩。那除了像我這樣配彎刀褲之外呢，它當然也可以去配任何一個褲型。我說的是任何一個，不管是這種直筒的9分的牛仔褲，或者是微喇叭褲。那如果你覺得它太熱的話呢，也可以把它去配上这種戴帽的衛衣。想一想也会是很好看的一個組合。接下來的這一件真的是非常重磅的一件外套，它是設計成了雙面可穿的，跟市面上那種主打雙面可穿的外套，但實際買回來之後，它真的翻出來的另外一面，真的就是怎麼講，差強人意吧。特別是口袋的部分，但這一件的話，它真的就做得非常好。像這種外套呢，我也是很願意出門的時候帶着它，因為出門的時候行李箱空間有限嘛。那像這樣一件外套，它可以成為2件完全不一樣的單獨的外套，這一種呢就是我的首選。這一件的話，它整體的用料也是羊毛去混上了羊駝毛，近看也是能夠看到羊駝毛的一個肌理，再加上白色的毛茸茸的一個絨感在這個衣服的表面。然後它的扣子呢做的是這種銀色的暗扣，不仔細看的話呢，基本上是看不見。包括它格子這一面扣起來的這個扣子，它還是做了一個這種同色系的，真的就是把細節做得很好。整個呢是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小立領的外套來穿的，而且它把這個袖子翻出來之後，裡面這一節綠色也很好看。正面的這個格紋呢，就是 Chloe 秀場上面的那件格紋的一個同款，去拼了這種深綠色呀，然後土色以及有一點點黃色的線條，整個就是這種在很自然茂密的森林裡面會看見的一個配色組合。這種不一致的格紋大小呢，就能夠很好的去弱化格紋會帶來的這種土氣跟老氣感。那像格紋的這一面呢，它的口袋做的是這種側插兜式的，是一個隱藏的款式。如果你不仔細看的話，是沒有辦法發現它縫了一個口袋。那翻過來裡面的這一層呢，它是這一種帶一點點雜黃色的一個綠色，我願意稱之它為是一個苔蘚綠的一個顏色吧。它的口袋是給你做了2個大貼插袋的一個設計，不會像其他有的那種說了雙面可穿，但是另一面翻過來就沒有口袋了。後面有縫了這個肩線什麼的，整個衣服的立體廓形感做得很好。這一件的話就是穿上去就有那種人在衣中晃的一個感覺，而且像這樣子長度的大衣呢，对於小哥来講也是比較好去搭配的。不管你是像我這樣，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穿那種加绒褲襪去給它配靴子，做成一個搭配，因為上面比較寬鬆，有點類似於斗篷一樣的這種中長款的大衣，下面去配上靴子，就能夠顯得整個人很細。當然也可以把它去配上這種彎刀牛仔褲，去走一個更休閒的一個感覺。如果想讓整身看起來更低調、更極簡的話，就把這個苔蘚綠色這一面翻出來，去配上腿上的這個圓牛色牛仔褲，或者是任何你手頭上有的褲子，都可以跟它與之相配。那真的到冷的季節呢，怎麼能沒有羽絨服呢？接下來就是我好喜歡的這一件，整個做的是這種皮質外套款的，然後呢裡面填的是90白鵝绒的非常高品質的一個羽絨選擇的一件羽絨服。而且這個羽絨呢，它整個回彈力蠻好的，我这邊沒有做
任何的枷鎖，就是我給它捏起，再放回去的時候，它瞬間就又蓬起来了。那一個羽絨它如果保暖能力要夠的話呢，一般就是這樣去測。那它整個外面的皮質，大家可以看到，它用的是這種蛋白皮，光澤非常的好，非常的細膩，而且呢，乍一看它的整個皮質呢，在不同的光線下呢，是能夠探出它這種微微透出來的一個光澤感。那摸上去的這個質感也非常的柔軟，做的都是這種比較繭形的一個設計，下擺這一圈是有做了一點點小的鬆緊繩，袖口這邊也有，就能夠很好的幫助你扛風。裡面呢還是做的這個今年非常火的這個小立領，一路呢可以把拉鏈拉上。這件的話真的很暖和，因為它裡面是絨嘛，但是呢外面這層皮又能夠很好的把風給它擋住，所以呢就是外面擋風，中間呢又給你這個空氣隔層，然後裡邊你再穿一件這種羊毛打底，真的就非常的暖。而且它整個皮的光澤是屬於這種比較弱的，不會像有的皮衣一樣就非常的亮，800米開外就能看見你這個人穿的是一件皮衣外套。這件的話呢就會稍微更低調一點，比如說可以最簡單的就是去搭配這種白色的褲子，給它形成一個黑白的一個對撞色，也是屬於是這種不用力，每個單品看起來都非常的簡單，但是呢通過顏色用大色塊去給它做出了一個造型的趣味感。這也是我覺得在日常穿搭中呢，就是選這種非常基礎的單品，但是呢去用別的東西去做一個變化，比如說不管是衣服上面剪裁的廓形啊，又或者是通過顏色去給它強調一點不一樣的變化，一個比較日常的環境中，但是又能夠呈現出你自己的一個性格感的一個穿搭办法。那像這一件的羽絨服的話，它有一件深巧克力色，也是很好看。接下來呢是一件我覺得比较有個性的大衣吧，然後也是 Lumelle 的一個同款。那 Lumelle 這一件呢，去年也算是一個爆款了吧，然後很多不管是韓國明星啊都有上身穿它。但是呢，我就很不確定這樣子的大衣外套我到底適不適合，或者是能不能穿很久。介於 Lumelle 的價格確實也挺高的，擺在那裡。所以呢，這次我看見 Slow 他們出了這一件，我就想說，為什麼不用一個更性價比的一個選擇去入手這一件呢？然後我就選了這個深灰色，它整體上身的感覺是能夠感受到这件大衣的一個厚實感的，是，而且他們整個的料子呢也給的很好，90%的一個羊毛去混上了10%的一個洛馬絨，可以看到它表面也是有這種像羊駝毛一樣的一個肌理感。非常的暖和。我覺得它做的比較可愛的地方是它給到了雙排扣的一個設計，但是呢你可以選擇扣1排或者是扣2排，它另外1排如果不扣的話，它就會有一個很好看的往外撇開的一個斜領巾的一個感覺，就會讓這件衣服會更有層次感。雖然都是深灰色嘛，但是呢因為整個面料上呈現的厚實度感覺是不一樣的，所以呢它整個穿上身的一個造型感也會稍微不同。而且呢它在側面呢是有做到2個口袋，它的下面低腰的部分呢，如果你想要呈現 Lumelle 那種低腰大衣的一個感覺，你就把腰帶繫上，打個結，它就会有一種很鬆弛的一個很 Lumelle 那種很禪意的感覺。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讓它這件大衣看起來不是這種低腰的設計感，你就直接把那條腰帶拿掉，它就會變成一個短款的稍微有點小廓形的一個大衣了。領子呢也是一樣，你可以選擇整個給它立起來，变成一個小立領的感覺，也可以給它放下來。它這個領子做的也是非常的立挺，完全不會說軟塌塌的放在那裡就沒有形狀。如果你有很種草那個低腰大衣的話，這一件可以去試一下。除了像我這樣去搭配這種彎刀牛仔褲之外呢，我覺得像這種低腰大衣還非常適合去配這種微喇叭的褲子，因為上面的量感比較重，那下面呢你選擇一條比較細，然後喇叭又有一點打開，整個上下的一個比例感是平衡的，但是又會非常的利落，顯得你整個人很幹練很挺闊。是不是發現我今天分享了很多單品都能夠跟之前跟大家聊過的這一些個有一個融會貫通，隨便就可以有一個很百搭的一個感覺。我覺得這也是 Slow 他們家衣服比較厲害的一點，就是真的能夠讓它盤活你的衣櫃，跟誰都是好搭子。最後呢，聊一聊配飾。首先一個呢是他们家這頂帽子，這頂帽子的時候我應該是3、4月份開春的時候買的，到現在了啊，它的上新頻率還是很高，對不對？它的紅色調的也是很好，它會比我現在身上這件毛衣呢稍微再更灰調一點，所以戴上去呢就完全不會顯臉黃，反倒會讓你整個人的氣色襯得很好。而且它帽型真的
非常的好看。首先就是它前面这个弧度做的夠大，而且比較的長，就能夠很好的去修飾我們臉型，戴上去臉都會變尖。顱頂這一塊呢也給的比較高，就是它裡面這個深度是夠的，所以呢你戴上去之後呢就會有一個高顱頂的感覺，而且它的 logo 也用的是同色系的這種刺繡，所以呢就遠看呢就不會有一個很明晃晃的 logo 放在你的大腦門面前。這個的話我選的是紅色，我看你有帶了一個他們家那個棕色款也很好看。接下來呢就是這一個包包，這個包包真的就是一定要推薦給你們，我也是背了很久，大概是從9月出頭他們秋季上新之後呢我就入手了，一直默默的在視頻裡面出現，背到現在的。它整體就是按照 The Row 90的那款包包做的一個形狀，但是是放大版，所以呢裝的東西比那款更多，而且呢肩帶這個地方它可以調節的位置也比那款更長。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穿這種比較廓形的大衣，袖管那邊給很大的這種很寬的大衣，我背這個包都是能背得進去的，所以是屬於冬天大衣友好款的一個包包。那這個包的話它有2個顏色，一個是黑色的牛皮，還有一個呢就是我手上這個棕色的。這個棕色呢它就是這種牛皮，這種牛脊皮的一個反絨款，質感真的非常的好，隨便挎在身上出門都會是很好看的一個選項。最重要的是配上它的價格，這個包現在裡面沒有裝什麼東西，就是一片衛生巾跟2根口紅，它都能夠有這麼好的一個立體感啊！這款包就是屬於可以閉眼入的一個款式。還有呢，就是我頭上這一頂毛線帽子了，它是屬於冬天這種造型神器保暖必備的一個選項吧。你隨便穿一件衛衣衛褲，但是戴上它之後呢，整個人的一個氛圍感都會不一樣，而且它真的是會很保暖。你把頭這個耳朵這個都捂住了之後，暖和度就是會上升很多。而且它設計的呢是雙層可戴的，一面是這個淺花灰色，它的 logo 呢是很簡單，就是 SLO，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側面，也可以放在正面，也可以放在後面，就看你自己一個個人喜好。淺色的這一面呢翻過來它是有一個這種深色的花邊的，那深色的那一面翻過來呢就是一個純的這種花灰色，再去拼上一個淺色的 Slow 的這個 logo， 就屬於是一個很百搭，而且一個帽子可以有2個顏色的一個選擇。最後呢就是來分享一下一條圍巾，是三角巾。今年其實蠻流行這種三角巾的，它不僅能夠滿足實用方面的一個需求，它也可以去做一個造型上面的搭配。就是有的造型會想要把這種針織開衫披在肩膀上嘛，三角巾呢其實是一個更舒服的選項。那除了造型之外呢，我覺得它也是蠻實用的，就這樣直接給它繫起來。那前面這一塊既能夠保護到你的整個脖子，包括喉嚨這一個部分，然後後面呢它又不會說像長條形圍巾一樣有一大揪，你都不知道怎麼放哪裡。打個結之後呢，就剩一點點，你隨便給它塞到你的外套裡面呢，就屬於是非常抗風，然後一點都不會漏的，很暖和、很舒服的一個很實用性的選項。這是如果真的覺得冷了，然後頭冷，你在外面沒有戴帽子的話呢，這個其實可以當一個頭巾一樣的選項。它整個的料子也給的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厚實。那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視頻要跟大家分享了，我覺得非常百搭，可以當成衣櫃萬金油的10個很實用的冬季單品。那 Slow 呢是我大概從2-3年前就自己開始在穿，然後也很喜歡的一個品牌。那這次呢也是給大家爭取到了這個獨家的一個9折折扣碼，不管是他們的新上線的單品啊，又或者是小區裡面的東西，這個9折折扣碼都是可以用的，屬於是性價比很高，而且又有一點造型時髦感的最佳選擇。那也會就1位小夥伴送出同款，更多的信息我都會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那再一次感謝你的收看，我是 Aileen，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